1932到33年乌克兰饥荒死亡原因研究简报执行摘要。本研究简报综合分析了关于1932到33年苏联大饥荒中乌克兰饥荒死亡原因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和分析一套全面、独特的苏联时期面板数据，该研究揭示了几个颠覆传统认知的核心事实，并对历史争议提出了基于数据的明确结论。核心研究结论：一、粮食产量充足。1932年，乌克兰以及整个苏联生产的粮食足以避免乌克兰以及整个苏联发生饥荒。饥荒的根本原因并非粮食短缺，而是粮食分配问题。二、死亡率与族裔强相关，与产量无关。在控制了粮食产量等因素后，饥荒死亡率与该地区饥荒前的乌克兰族人口比例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而在乌克兰族人口比例相似的地区，粮食产量的高低与饥荒死亡率之间没有关联。三、系统性的反乌克兰偏见，这种针对乌克兰族的模式不仅存在于乌克兰境内，也同样存在于苏联其他地区，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并在省级和区级等不同行政层级上都得到验证。这表明该偏见是系统性的，而非孤立现象。四、政策机制，粮食征购。研究证实，苏联的粮食征购政策存在明显的反乌克兰偏见。在粮食产量相近的地区，乌克兰族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实际和计划的粮食征购率也越高，而留给农民的粮食产量减去征购则越少。五、量化影响。经测算，苏联政策中的反乌克兰偏见可以解释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的92%，以及在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3个共和国中饥荒死亡人数的77%，其中约一半的影响直接源于粮食征购政策中的偏见。六、行政边界与族裔边界。研究发现，饥荒死亡率的界限是沿着族裔而非行政边界划分的。一旦控制了乌克兰族人口比例，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行政边界效应便消失了。同时，对乌克兰人实施的迁徙限制加剧了死亡率。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观点：乌克兰在1932到33年间的高死亡率并非政策失误或粮食减产的意外后果，而是苏联政策中系统性、蓄意的反乌克兰偏见所导致的。一、背景与争议。1932到33年间的苏联大饥荒导致约700万人死亡，其中40%发生在乌克兰。乌克兰农民的死亡率是俄罗斯的4到6倍，占当时乌克兰族农民总数的7.5%至11.3%。关于乌克兰高死亡率的原因，学界长期存在2大对立观点。恐怖饥荒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饥荒是苏联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蓄意恐怖行为。由于乌克兰人在农业发达地区占主导地位，且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苏联的强制征粮和集体化政策构成了顽强抵抗。为了控制农业这一占当时苏联 GDP 约40%的关键领域，波尔什维克需要镇压乌克兰人。意外后果论。另一派观点认为，乌克兰的高死亡率是政策的意外后果，并无特定的反乌克兰偏见。他们指出，农业地区的镇压和饥荒在乌克兰以外也存在，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各民族平等。此外，目前尚未发现斯大林下令制造饥荒的直接文件证据。该派学者认为，1932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下降是主因，而乌克兰因是农业主产区而受影响最大。这场争论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分区域的数据而陷入僵局。本报告所依据的研究，通过整理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构建了当时最大、最全面的分区域数据集，涵盖了死亡率、出生率、民族构成、粮食产量、征购量、政策目标等关键变量，从而为评估上述2种对立假说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二、粮食核算。饥荒是否不可避免？在深入分析死亡原因之前，首要问题是1932年的粮食产量是否低到足以必然导致饥荒。研究通过对修正后的产量数据进行核算，得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研究使用了此前保密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中的真实征购率和征购量，对官方夸大的产量数据进行了修正。核算结果如表一所示：项目1930年、1931年、1932年核心趋势。粮食产量23.200万吨、16.800万吨、9.100万吨，持续大幅暴跌。1932年仅为1930年的39.2%。粮食征购量100万吨，7.7、7.3、4.2，随产量下降减少，但征购比例仍居高。农村实际人均留粮公斤每人每天1.69、1.04、0.54，连续2年低于重体力劳动所需标准。1932年仅为标准的69.2%。
维持重体力劳动所需粮食公斤，每人每天0.78，0.78，0.78，固定标准为生存关键阈值。假设无征购的农村人均流粮公斤每人每天2.53、1.84、1.01，随产量同步下降。1932年接近劳动所需阈值。假设乌克兰粮食仅供本国的人均流粮公斤每人每天2.06、1.47、0.79，1932年堪略超劳动所需标准。无富余。数据来源：研究报告原文表。一、关键发现：产量下降，但仍充足。1932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虽有下降，但仍达到910万吨。过度征购导致短缺，在征购420万吨后，留给乌克兰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仅为0.54公斤每天，远低于维持生存和劳动所需的0.78公斤每天。这个水平与1921年大饥荒重灾区的水平相当。无征购则无饥荒。如果1932年不从乌克兰征购粮食，其农村人均流粮可达1.01公斤每天，远高于生存所需。即使征购一部分粮食用于供应乌克兰本国的城市人口，其全国人均流粮也能达到0.79公斤每天，足以避免大规模饥荒。外部地区不依赖乌克兰粮食。对苏联其余地区的核算表明，即使没有乌克兰的粮食，其他地区自身的产量也足以养活其人口，人均可获得1.00公斤每天的粮食。结论：1932年的饥荒并非源于粮食绝对短缺，而是苏联政府的征购政策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农村地区的致命粮食缺口。3、饥荒死亡率的核心驱动因素分析。一族裔偏见 vs 粮食减产。为了厘清导致死亡率的核心因素，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考察了饥荒死亡率与乌克兰族人口比例、粮食产量等因素的关系。分析模型：死亡率等于 F 乌克兰族人口比例乘饥荒年，粮食产量乘饥荒年，其他控制变量。核心结果：键表2 Table 2，乌克兰族人口比例与死亡率。研究发现，在饥荒年份1933年、饥荒前1926年，乌克兰族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死亡率显著越高。在两个粮食产量和城市化水平相同的地区，一个完全由乌克兰族构成的地区，其饥荒死亡率比一个没有乌克兰族的地区要高出51%。粮食产量与死亡率相反，在乌克兰族人口比例和城市化水平相同的地区，1932年的粮食产量高低与1933年的饥荒死亡率没有显著关联。动态分析：这种乌克兰族比例与死亡率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明显的尖峰特征，仅在1932年开始出现，在1933年达到顶峰，而在其他非饥荒年份则不存在。这排除了这种关联是由某些长期不变的文化或社会因素造成的可能性。图 1A 显示，在非饥荒年份，乌克兰的死亡率红线低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蓝线，但在1933年急剧飙升至近60%。图 1B 显示，乌克兰族比例对死亡率的影响系数仅在1932到33年饥荒期间显著为正。结论：这些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反乌克兰偏见的观点，而驳斥了意外后果论。饥荒的严重程度并非取决于当地的粮食收成，而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族裔构成。2、偏见的系统性与普遍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针对乌克兰族的偏见是系统性的，超越了乌克兰共和国的行政边界。乌克兰境外的偏见，即便将乌克兰省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乌克兰族人口比例与饥荒死亡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存在。键表2第7、8列。针对特定族裔，研究排除了这种偏见是针对所有少数民族的可能性。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量后，发现他们的死亡率与俄罗斯族没有显著差异。这种偏见是专门针对乌克兰族的。不同行政层级的模式一致。为了验证这种偏见是否源于中央政策，研究在更小行政单位区的层面上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即便在同一个省内部，乌克兰族人口比例越高的区，饥荒死亡率也越高。键表4 Table 4。这种自上而下，在各级行政单位都一致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中央计划政策的结果。4、政策机制。从征购到死亡，研究不仅揭示了死亡率与族裔的关联，还进一步探明了实现这一关联的具体政策渠道。4.1 粮食征购政策中的偏见，研究直接检验了粮食征购政策本身是否存在反乌克兰偏见。关键发现：键表5 Table 5征购率。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一个完全由乌克兰族构成的地区，其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比一个没有乌克兰族的地区要高出18.5个百分点。农民流粮相应地
一个100%乌克兰族的地区，其人均每日流粮比没有乌克兰族的地区要少1.085公斤。流粮与死亡分析证实，农民的人均流粮越少，死亡率越高，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图1显示，乌克兰族比例与农民流粮量的负相关关系在1932年饥荒期间达到谷底。量化贡献通过测算粮食征购政策中的反乌克兰偏见，解释了整体反乌克兰偏见对饥荒死亡率影响的大约一半，另一半影响可能来自其他政策，如限制迁徙、缺乏救济等。4. 计划中的偏见，5年计划的目标，这种偏见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研究通过分析1928年饥荒发生前4年发布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粮食生产和征购目标，揭示了政策的意图。关键发现见表6 Table 6，在2个预估产量相同的地区，计划对乌克兰族人口比例更高的地区设定了更高的征购目标。最终，计划留给农民的粮食量、计划产量减、计划征购与乌克兰族人口比例呈显著负相关。一个100%乌克兰族的地区，其计划人均每日流粮比没有乌克兰族的地区要少0.275公斤。结论：早在1928年，苏联中央计划者就已经在政策设计中体现出对乌克兰地区的歧视性粮食分配意图。虽然当时设定的生产目标很高，流粮减少不一定会立即导致死亡，但这表明，当1932年实际产量未达预期时，政权选择坚持对乌克兰人执行更严苛的征购政策，最终导致了大规模死亡。5. 族裔边界 vs 行政边界。传统观点常将饥荒视为乌克兰与莫斯科的对抗，但研究通过对乌克兰、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数据分析，揭示了问题的核心是族裔，而非行政区划。边境效应分析见图2 Figure 2。原始死亡率在乌克兰至俄罗斯边境，死亡率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崖，从乌克兰一侧跨入俄罗斯一侧，饥荒死亡率急剧下降，见2A。这证实了当时实施的迁徙禁令有效地将乌克兰人困在了饥荒区域，加剧了死亡。控制族裔因素后，一旦在分析中控制了每个地区的乌克兰族人口比例，这个边境断崖效应就完全消失了。见图2B。图2A 显示原始死亡率在边境有明显下降。图2B 又显示，在剔除乌克兰族人口比例的影响后，边境效应消失。结论：苏联的政策是沿着族裔界限来实施的。高死亡率与一个人是否是乌克兰族有关，而与他是否生活在乌克兰共和国境内关系不大。6. 动机与长期后果 6.1 政策动机推测。为何苏联政权要专门针对乌克兰人？研究提供了与政治经济学解释相符的证据。更强的抵抗。利用解密的秘密警察报告数据，研究发现，在面对农业集体化时，乌克兰农民的抵抗，如暴力行为、群体示威等，比其他族裔更为激烈。针对农业核心区，反乌克兰偏见在农业生产力更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严重。这意味着政权对那些对其经济目标控制农业最重要的地区内的乌克兰人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见表7 Table 7。这支持了以下观点：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乌克兰人视为对其控制农业这一核心经济命脉的最大威胁，因此采取了包括过度征粮在内的镇压手段。6.2 饥荒的长期影响。饥荒对受灾地区造成了深远的经济和人口影响，人口恢复缓慢。饥荒后，乌克兰族人口比例高的地区，其农村人口规模急剧下降，直到1959年才恢复到饥荒前水平。族裔构成改变，在这些地区，乌克兰族的农村人口比例出现了永久性下降。生产恢复与机械化。相比之下，粮食生产在1936年就恢复到了饥荒前水平，这得益于政权在饥荒后向这些地区大量调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以资本投入弥补劳动力的巨大损失。7. 最终结论。本报告所依据的实证研究，为理解1932到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成因，提供了迄今最系统、最全面的证据。研究结论清晰地表明，乌克兰人民在饥荒中遭受的巨大苦难，并非苏联农业政策失误或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意外悲剧。相反，它是苏联政府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通过中央计划的粮食征购等手段，对乌克兰民族实施的系统性、歧视性政策的直接后果。这场饥荒的界限是基于族裔而非地理或行政区划，其核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偏见。